校花腹下5厘米处纹了朵玫瑰，只有动情时才会绽放。为了目睹她的绽放，全校男生争先恐后向她表白，可我却不慌不忙，转身离去。毕竟上一世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夫妻，我早已看腻她绽放的模样，决定此生不再和她有交集。可向来冷漠的她，却在我和师妹聊得正欢时，阴沉着脸出现。她年纪比你孙女还小，你也下得去手？吃早饭的时候，李涛突然用手肘撞我一下，害我差点把粥送进鼻孔。李哥，看，你的女神也在买早餐。闻声，我们3个的视线齐刷刷沿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整齐程度堪比当年的军序。是萧楚佑，身上的白色卫衣没有多余的点缀，蓝色牛仔裤衬得她的双腿笔直又修长，本来就长着一副令人艳羡的美女模样，加上身材比例极佳，简单的打扮在她身上都显得格外有吸引力。她戴着耳机慢悠悠地排着队，单手拿着手机划拉，像是在查看什么信息。我抿了抿唇，收回视线，忍不住更正李涛的话，已经不是我的女神了，我现在看她就跟看孙女一样。李哥，你怎么骂人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去世的时候，我和萧楚佑的孙女年龄都比她现在大了，而且由于她家强大的遗传基因，就连孙女都跟她有几分神似。上一世我们商业联姻，面和心不和，互相嫌弃了一辈子，也吵了一辈子。当然，我一直都吵不过她。就她这样的胜负欲和重度女强人晚期患者，居然还能有老公，我也是佩服自己。唯一一次吵赢，大概就是我连自己都诅咒，我一定会比你早死早解脱。那一刻，萧楚佑却瞪圆了双眼，半晌不说话，最后气红了眼，闷声回房。他没我那么狠，不敢诅咒自己，结果一语成谶，我还真比他早死了。去世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双儿女还有孙子孙女都守在我的病床前，除了萧楚佑那没良心的，我好歹陪伴了他50多年，就剩一口气了，他都不肯进病房看我最后一眼。也不知道我死后他过得怎么样。刚重生回来那会儿，我也有去偷偷看过20岁的萧楚佑，他自然是不认识我的，擦肩而过时看都不带看我一眼。虽然上辈子的我暗恋了他整个大学时期，但我也成功做到了让他在大学时丝毫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毕竟他是校花，而我太怂。我去，他看过来了。李涛，你小子嘴边不要，我去。此刻的萧楚佑仿佛一下子被钉在了原地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怔怔地看向我们这边，眼圈似乎还微微泛红。我怎么感觉他下一秒就会哭呢？对上他的目光，我的心难以抑制地微微颤了一下。他哭不哭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现在再不动身去教室，哭的就该是我们了。我挪开视线，来不及细想，便也匆匆收拾东西，跟宿舍的人离开。等到了教室，李涛像是这才想起了我们在食堂的话题，又凑到我身边问我：“你怎么就不喜欢萧楚佑了？你觉得他不好看了？”那倒没有，虽然我跟他的夫妻关系不甚和谐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不管是哪个阶段的萧楚佑，他的长相都是很优越的。只是想起上辈子我们纠缠的一生，在我重新回到20岁去见萧楚佑时，我确实有在想，如果这辈子我们互不参与彼此的人生，双方会不会都能过得舒心点？他水泥封心，我及时止损。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白月光，没有什么念念不忘，更没有第三者，纯粹就是萧楚佑不谈情爱，心比金刚石还硬，比冰川还冷，敲不开，融不化。水泥封心什么鬼？上课铃响了，有一波学生踩着铃声进来，我不经意间抬眸望向门口，视野中很容易能找到萧楚佑颀长的身影，他的视线也在一排排座位上略略扫了一遍，最后与我的目光相接。不过下一秒，他就被同行的室友拉着往教室后方走去。我微微侧头去看他背影，只见他拿着课本的双手缓缓向后背着，这种又年轻又老气的矛盾感觉是怎么回事？这姿势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觉得他是老萧楚佑附身。台上老师已经开始授课，我回过头不再分神，一直到课间休息，我正喝水，余光贴到有人走到我的座位前，落下一片阴影。我抬眸，手一抖，猛地灌了一大口热水，差点把舌头呛掉。萧楚佑不知道为什么要站在我面前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明明上辈子我们整个大学时期都没有接触的。同学，有事吗？萧楚佑眼里似乎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很快又掩去，垂眸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我的课本上。你的饭卡掉了。我们学校的饭卡上都是有个人信息和照片的，可能是我早上走的匆忙，不小心掉地上了都没发现。我向他道谢，但他并没有离去，似乎在等什么。同学，还有事吗？萧楚佑抿抿唇，最后默不作声地转身走了。哇擦，李哥，看来你是真不喜欢他了，你刚才的态度好冷淡，脸不红心不跳的，完全不像是看到女神该有的反应。什么冷淡？我刚刚明明很有礼貌在道谢。这是重点吗？我把饭卡收好，右手捂了捂左心房，感受着手心那快于寻常的心脏跳动。怎么可能真的做到毫无反应？那是我年少就喜欢的人，又是我相伴了一辈子的人。即便回到了20岁，可对我而言，我们只是分开了2个月而已。胡思乱想了一小会儿，我戴上蓝牙耳机，开始了今天的晨跑。才刚上跑道跑了没一圈，身边就闪过一道白色身影。我定睛一看，这背影不就是萧楚佑吗？他怎么会来跑步？虽然萧楚佑也有晨跑的习惯，但事实上这个习惯是婚后我们一起养成的。婚后不久，我爸妈曾在我们的房子住过一段时间，天天抓着我俩早起去跑步锻炼身体。一开始有点吃不消，后来反而同时爱上了跑步的感觉，所以等爸妈走后，我们也还是坚持去晨跑。当然，他一向嫌弃我跑得快，
我会嫌弃他速度太慢，一直到年纪大了跑不动了，才双双放弃了跑步，改成散步，一前一后拉开2米距离。而现在估计是他睡不着了，一时兴起吧。我也没想太多，继续跑自己的。等跑完6圈了，我才微喘着气离开跑道，缓步走到我放保温杯的地方，打开盖子等呼吸平稳了再喝。另一个保温杯的主人也回来了，我的视线从杯身那白皙修长的手指一直移到正脸上，我打量着他，他也打量着我，互相默不作声。我感觉自己嘴角微微抽搐了。萧楚又是魔怔了吗？他的宠妃冰美式呢？咋也提前变成保温杯了？记得我30多岁开始注重养生时，他还喝了一声，以示嘲笑。等你以后躺病床了，我给你直播蹦迪。你确定是蹦迪而不是上跳下窜的茶吗？但第2天就看到他新买的保温杯了，我忍不住嘴他。不是看不起，为了以后插你这支茶，这养生还是有点盼头的。回想起往事，我就恨得牙痒痒了，一边懊悔自己一生的战斗力都太弱，一边提着保温杯绕了一下身体离开。一直走到宿舍楼下了，我才意识到点什么。刚刚好像是萧楚又往我这边走了2步，我顾着想着自己的事，下意识就绕过他，然后离开了。李涛所在的摄影协会这周组织去学校后面的景明山小公园玩，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。我想着反正没事，就答应了一起去。当我在队伍里看到萧楚又殿后时，这才想起他也是摄影协会的干部，而且摄影技术很好。曾经我在书房里曾经翻到过他的作品集，但他没给我拍过照。李涛的体力不算好，我们从队伍的中间渐渐落后到接近尾部。李涛，你鞋带又散了。今天他穿的是新板鞋，但是鞋带似乎不太好绑，已经松了2次了。烦死了，怎么又松了？回去就把这鞋扔了。撒开，我教你。我蹲了下来，手熟练而飞快地教他打了个活结。我之前也买过一款鞋子的鞋带很容易松散，还是萧楚又不耐烦地教我怎么打这种稳固的活结的，挺有用的。等我站起来时，发现萧楚又已经来到身旁，微微蹙眉望着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陆离同学，方便加个绿泡泡吗？这句话像极了当年我们相亲第1次见面结束，他像是履行义务一般，连嘴角的弧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伪装。陆先生，方便加个绿泡泡吗？只是神情与当初不大相同，眸底仿佛涌动着些我不太懂的情绪。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。之后的活动时间，萧楚又一直沉着脸，其他同学都不敢靠近他。但对我来说，这表情我熟啊，过去50多年没少见。我唯一想不通的是，他抽什么风会想到要我绿泡泡？咦，离哥，你也来了？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。众人都已经自由活动，我看着那个熟悉却多年没见的人向我走来，是沈婉师妹。她比我和萧楚又小1届，跟我就读同一所高中，在学生会相识，后来又考上同一所大学，偶尔也会在校园碰见。工作之后，他爸的公司和萧楚佑的公司有业务往来，算是我和萧楚佑联系比较多的共同好友。师妹，好巧，跟我舍友一起来的。我指了指正在取景拍摄的李涛所在的方向，在那儿。我缺个模特，你给我当一下呗。我想起了他一直未婚，钻石王老五的身份，稳稳拿捏的事，忍不住就调笑。师妹，你不是缺个模特，你是缺个男朋友，可不要一直当单身狗啊。沈婉师妹有点错愕，话题怎么歪得那么厉害？张口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我身后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。怎么，他年纪比你孙女都小，这你也下得去手？我猛地转过身，发现萧楚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只鬼似的出现在我身后，而最惊悚的是，他刚才说的什么鬼话？他沉着脸，一把抓住我手腕，就往人少的地方带。我没有挣脱，只能一边跟着他走，一边捋清目前的情况。难道我面前这个还真的是老萧楚佑？但是我是因为死了才重回20岁，他身体好好的，也死了吗？不可能就比我多活了2月吧？可如果不是老萧楚佑，20岁的萧楚佑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？走到一处无人的地方，萧楚佑才放开我的手，逼近我，眸底确实有着我所熟悉的烦躁。陆离，你变态啊！一开口就说这句，你礼貌吗？沈婉才21岁，你的大孙女都22了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去，还真是老萧楚佑那老太婆，不好好活着怎么也来这儿了？而且她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我才20，年龄20，心态78了吧？萧楚佑的嘴巴像上辈子那么讨厌，继续叭叭个不停。我说怎么对我不理不睬了呢？明明这个时候应该喜欢我，喜欢的要死，原来是腻了，想换个人啊。等下，我什么时候喜欢你喜欢的要死了？哦，没有吗？那我怎么在你的遗物里找到一个盒子，里面还有一张毕业时候在镜头前的错位偷拍，当成是跟我的合照，后面还写着喜欢我的第4年。我被怼得无话可说，当年确实干过这样的傻事，本想着就是给自己无疾而终的暗恋留个纪念。当时得了疾病，那张照片我都来不及销毁，就一直住院。后来觉得反正就算他看到这个秘密的时候，也肯定是在我去世以后，那也无所谓了，我又不用面对他，不怕被他嘲笑。谁会料到人都死了，后续搁这上演了，真的是丢人。我稳了稳心绪，努力克制自己的声音。少不更事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瞎过呢？为了不让他揪着这个陈年往事不放，我主动转移话题。你怎么也跟我一样了？你死了？出意外了？
要命了！我们家的那群宝贝2个月就接连失去2个亲人。萧楚又听到我的问话，眼神有点闪烁，跟刚才一顿猛烈输出不同，此刻安静的像只鹌鹑。我知道，他不想说的话，怎么强迫都没用。我皱着眉头，又换了个问题。那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这个问题显然好回答多了。他轻蔑一笑。你的晨跑习惯，你随身携带的保温杯，你的绑鞋带方法，还有省碗这个傻白甜，这不都是你跟我结婚之后才有的吗？ OK， 细节记得倒是挺清楚。那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食堂碰见你的前一晚，那天早上我就在查看你的课表。自那天起，萧楚又出现的异常都在我脑海里一一闪过，不是没发现，只是当时怎么都联想不到他也会跟我一样重回到这个时期。不得不说，真造孽！不是说只能我重生，萧楚又就不能重生，但是能不能安排他重生到别的阶段？总之别跟我撞一块。萧楚又要求我加他的绿泡泡，我果断拒绝了。他不能理解，坚持问为什么。我叹了口气，认真说道：萧楚佑，难道你就没想过，既然我们重新开始了人生，我们可以做出跟上辈子不一样的选择吗？比如选择不参与对方的生活。萧楚佑闻言身形一僵，连表情也凝滞了。之前我们没有感情走在一起，结果吵了一辈子，显然我们都不是适合对方的伴侣，离开彼此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，不是吗？我说完，对他轻轻颔首后准备离开，却在转身的瞬间被他扣住了手腕，掌心的温度通过相触的肌肤细细传来，我的手指微微蜷缩着。可是你喜欢我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你的喜欢，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只维持了4年。婚后，你一直都讨厌我。他声音低了下去，近乎喃喃自语。不喜欢了就会变成讨厌，原来都是一样的。萧楚又缓缓松开了动作，我看着这样失神的他，心脏处传来隐隐的刺痛，脚像是被定在了原地一样，无法动弹。你走吧。他垂下肩膀，仿佛整个人都没了支撑。一直以来那么骄傲的人，此刻却颓然的让人心疼。我想张口解释，却又觉得说的越多，反而把关系搞得越乱。也许现在这样更能真正断了联系。定定站了片刻，我终于转身离开。此后挺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再见过萧楚佑。他好像真的按我说的那样，不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那也不至于连公共课都不上吧？真是对挂科无所畏惧。我无奈，但也只能这样，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。时间悄然滑到年末，圣诞节那天，我们的城市迎来了初雪，雪花轻轻盈盈落下，配合着圣诞节的喜洋洋气氛，在这个夜晚多了一丝特有的浪漫。我和室友从外面逛完回来，校道上已经覆了一层浅浅的雪，上面有许多凌乱的脚印。我不禁回忆起婚后有1年的冬天，积雪比现在还厚。我们2家人约了一起吃晚饭，因为酒店离家不远，我和萧楚又是走过去的。我酒量不太行，但当晚气氛太好，我没忍住贪了杯。等晚饭结束各自回家时，我已经站不稳，整个人都靠着萧楚佑身上。我为了证明自己没醉，倔强地推开他，说要走直线给他看，没几步脚就崴了。萧楚佑只能黑着脸扶我回家。那段路程其实不远，但我靠在他单薄的身上，反复把每一分每一秒都拉长细品。道路左边是琳琅的商铺，霓虹灯闪烁着热闹非凡，右边是一盏又一盏散发着暖光的路灯，安静地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。萧楚佑扶着我，在积雪上留下一串串脚印，他的肩膀让我太安心了。我把脸贴在他暖暖的颈脖上，有点昏昏欲睡。陆离，做个人吧，我辛苦扶你，你还拿脸冰我。有什么东西拉在我脸上化开，冰冰凉凉的。我抬头望向夜空，微微飘着水花。我没有搭理他的话，只是出神地说道：萧楚佑，下雪了，所以下次能别喝酒了吗？你有几只脚可以崴？等会儿雪大了，你就变成小老太婆了。我也会变成老头子，也算是一起从年少走到年老了。就这段路，雪还没变大，我就能走完。这女人是不是对浪漫过敏？仔细想来，当初也算是如愿。我和萧楚佑真的走到了白头。到达宿舍楼下时，发现围了一群人，李涛兴奋地拉着我们仨往人群里钻，想要走在吃瓜的第一线。我瞬间打了个激灵，心里腾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怎么就忘了这茬事了？上辈子我经历过一次社死现场，就是在众目睽睽下被同校一个女生大张旗鼓的表白。对于两情相悦的人来说，那自然是感动至极的珍贵回忆。但是对于已经明确拒绝过对方的我来说，这种当众表白，我只觉得非常难堪，甚至感觉有被冒犯到。他只是单方面感动了自己，却把我置于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假如我不想违心去接受他，我务必要承受一部分人站在制高点上对我进行道德绑架。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道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和上辈子一模一样的表白场景。对方用蜡烛摆了一个心形图案，捧着一束玫瑰站在正中央。他看见我出现后，双眸一亮，我却忍不住想骂娘。那人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开心地想要拉起我的手，我抗拒地皱着眉后退2步。他脸上笑容一顿，赶紧把怀里的玫瑰递给我。陆离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可以答应做男朋友吗？告白的话一出，身边已经开始有了起哄声。室友看到我的神色，便明白我的不愿意，赶紧帮我驱散围着的人群。瞎起哄什么？喊愿意喊得那么大声，
你们去跟他在一起啊？女生的眼神里浮现一丝哀求，又不死心地喊着我的名字。陆离，我正想开口严肃拒绝，手上却被一股温暖有力的包裹着。我扭过头，是穿着白色羽绒服的萧楚佑。此刻他没了别人眼中的清冷如高岭之花，而是满目冰冷的死盯着跟我告白的女生，恨不得把对方撕了。滚，不准再烦他。你谁啊？凭什么让我滚？萧楚佑举着握着我的手，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说道：这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有孩子，有孙子。众人都惊呆了，完了，这朵名花受什么刺激，精神不正常了吗？我浑身一震，全然忘了生气，只是惊恐地看着他。萧楚佑，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真的老糊涂了吗？都多大的人了，你被一个小丫头气成这样！我两眼一黑，只想让这世界毁灭算了，连忙拉了拉萧楚佑的手，示意他别再语出惊人了。萧楚佑分了一个眼神给我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才缓缓补充：我是说以后会有的。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虚惊，人还是正常的。舍友眼神颇有深意地看向我，我猛摇头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们不要乱想。也不知道萧楚又受了什么刺激，那晚过后，他又开始频繁出现在我面前。绿泡泡加不上我，就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我的手机号码，时不时给我发短信，也不管我回不回，自己发的挺乐呵的。他也有我的课表，所以在他没课的时候，就喜欢跑来跟我一起上课，赶都赶不走。最后我索性就不管他了，随他怎么闹，反正时间久了，这位大小姐自讨没趣就会放弃的了。在舍友日渐暧昧的眼神里，我所有的解释就跟放屁一样。于是我也懒得再解释，这一纵容就纵容了大半个月。我们结束了期末考试，开始放寒假，回家过年。我们家都不在本市，回去要飞行2个半小时，再坐大巴半个小时。萧楚又回家的路线跟我一样，于是又厚着脸皮跟我一路同行。我感受到了他与上辈子极大的变化，但不明白他现在这种对我的过于黏糊是出于什么原因。也许是对重生的这个世界还没有归属感，觉得不安心。于是在大巴上，我对坐在我旁边位置的他认真地说道：萧楚佑，我们真的回来了，这不只是我的世界，也是你的世界，你应该去做你想做该做的事，不必一直围着我转。气氛有片刻的沉静。你还不懂吗？萧楚佑黑眸望向我，眼底有点苦恼又迷茫。我还要做得多明显你才会知道，我不想跟你成为陌路，我不想我的人生没有你的参与，就算是跟上辈子一样一直吵闹，我也不想放你走。我从来不想跟一个人建立情感上的羁绊，因为我还想继续听下去，因为这是第一次萧楚佑向我袒露自己，给我感觉自己正在慢慢接近那个躲在内心深处的他。然而下一瞬，我只听到一阵尖叫，然后是猛烈的晃动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时，萧楚佑已经先一步扑过来抱紧我。大巴车身的倾斜导致行李架上大大小小的行李都纷纷掉落，有些砸到萧楚佑身上。我只听到一声闷哼，好不容易晃动终于停止，车厢里依旧一片嘈杂声。我睁开双眼，只见眼前一片黑暗，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哭着喊萧楚佑的名字。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，可我看不到他的情况就很害怕。手腕上好像被破碎的玻璃划破了，隐隐作痛，有些黏腻的液体。好一会儿，我才感受到身上人有了动静，像是隐忍着巨大疼痛，温声安慰我。我没事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强忍鼻头酸涩，哑着声音问他：你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还好。他微微喘着气，随后我感觉到脸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。别担心。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想摸索他的脸，却在触碰到他的后脑勺时，掌心一片湿润。萧楚佑，你流了好多血。车外传来很多杂音，隐约听到有人在施救，好像是大巴在行驶过程中突遇地面塌陷，大半个车身都陷了进去。我和萧楚又坐在靠前排的位置，受影响比较大。你不闹，我就没那么疼了。他用一只手艰难地拥了拥我，仿佛用尽所有的力气来安慰我。我们都会好好的，上一世我们不是都白头了吗？你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紧紧抓住他的手，鼻子一直发酸，我怕嗓音出卖了我的情绪，想先缓缓再回答。我没事，你干嘛那么傻，挡在我上方？萧楚佑这个时候居然还能轻笑出声，不然吓坏你这个老头子了怎么办？沉默片刻，声音再次响起，揉进了些哽咽。要是把你吓死了，我怕再没了同样的运气还能找到你。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我父母已经守在病床前了，基本只是擦伤和被破碎玻璃割伤，但都不算严重，已经包扎好了。经历过那么心惊的一幕，又见到了早已去世多年的父母，此刻这般真实的站在我面前，看到他们的刹那，我鼻头一酸，眼泪就冒出来。爸爸妈妈安抚着我，乖儿子，没事了。乖儿子没事了。我想起了萧楚佑，便哑着嗓子问他们：萧楚佑呢？谁是萧楚佑？谁是萧楚佑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此刻的他们并不认识萧楚佑，于是只能着急忙慌的要下床找护士问：儿子，你要上哪去？跟我一起回来的女生，出事的时候她一直护着我。后来才从护士口中得知，萧楚佑被安排到了另一个单人病房，跟我隔了5个病房。因为我本身的伤并不碍事，所以爸妈没有阻止我去找人，只是跟在我后面照看着。
我来到萧楚佑的病房门口时，护士正好给萧楚佑换了新的点滴出来。我看见病房内还有萧楚佑的父亲在，我下意识地走进去喊了一声：“爸！”叔叔您好，我是萧楚佑的同学陆离，我来看看他。萧楚佑的父亲看了看我身上的病号服，恍然大悟：“你跟楚楚都在那大巴车上？”我点了点头。由于我是被萧楚佑护着，才没伤得那么重。我爸妈怀着感激和萧楚佑的父亲攀谈起来，而我则在一旁守着萧楚佑。他伤得不轻，因为被重物数次砸到，除了一些擦伤，他的后脑勺有外伤，肋骨也有2根骨折。送院后到现在都还没醒来，一直到第3天的凌晨，萧楚佑的父亲熬不住了，回家歇息，专门请的护工也在一旁熟睡。我睡不着，又悄悄跑到萧楚佑的房间看他，没多久就见他悠悠转醒了。病房里没有开灯，但外面路灯的光也能照进房内，带来些许光线。萧楚佑醒来后，定定看了我几秒，然后露出一个微笑，眉眼间都是溢出来的温柔。我松开原本握着他的手，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温水喂他喝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他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什么大碍，但还是笑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你傻笑什么呢？萧楚佑嘴角微扬，声音里带着些干哑，但掩盖不住心中愉悦。没有哪一刻比一醒来你就在我身边更让我安心的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萧楚佑对我说出这种类似于告白的话，一时间我竟觉得自己真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孩子，不自主就羞红了脸。你刚去世那会儿，我就觉得世界怎么那么安静啊，安静的我好像什么都听不到。我怔了一下，那是我并不知晓的事。我去世之后，萧楚佑一个人的生活，觉得生活也变得挺没意思的，整日一个人呆呆地坐着，看着你留下的东西。你听说过鸳鸯命吗？听说有鸳鸯命的夫妻，如果其中一方去世了，另一方也活不久。萧楚佑的手附上我的手背，发出一声轻笑。陆离，我好像也是这样子。明明我的身体不错，可是2个月后，我就躺在你常睡的那一侧，跟着你去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脑海里全是年老的萧楚佑孤身一人的寂寥背影。我撇过头，那你当初还不肯见我最后一面？萧楚佑露出一丝苦笑。我总觉得只要我不见你，你就会气得不甘心，就这样离开。可是你还是丢下我了。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阎王要我3更死，我还能坚持到5更。确定自己重生回到20岁那一刻，我迫切想要找到你。可是当我第2天见到你，不管在食堂还是教室，你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，我有点失落。你好像并没有跟我一样回到20岁。可是很快我又察觉到你的一些举动，让我怀疑你是故意不认我的。活动那天本来我没打算那么快摊开说，但是我看到你跟我形如陌路，跟别人说说笑笑，我的心里就像被什么堵着，闷得发慌，迫切想要撕开你的伪装，想要证明你跟我之间是有连结的。可是那天我却跟他说，我们不要参与到对方的生活里。意识到这辈子的你不想跟我有交集了，我是真的有想过，那就如你所愿吧。可是他顿了顿，我好像做不到跟以前一样不在乎。圣诞节那晚你被告白，我才终于想通，既然放不开你，那就只能努力抓紧你。意识到我一直默不作声，他轻轻晃了晃我的手指。为我说了那么多，你好歹给我点反应。该给什么反应呢？要再喝点水吗？就这。反转太大，我还没捋明白。萧楚又叹了口气。陆离，我一直不想去碰情情爱爱，更不想跟一个人产生情感上的羁绊。你知道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，我看过他们相爱的样子，也看过他们不爱之后互相怨恨的样子。那时我就觉得人心是最善变的，什么时候爱得浓，什么时候不爱都不可控，所以不碰情爱是最轻松的，也是最能规避痛苦的。商业联姻很好，不用付出真心，但我们彼此能让利益最大化。遇到你也很好，你对我表现出的讨厌让我没有了负担，反而可以放心和你相处，甚至可以毫无顾虑释放出我各种情绪。我们有了孩子，像你一样，后来孩子们都成家立业，也有了自己的下一代。我真的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挺顺挺满意的，一切都如我所想的去发展，除了……他顿了好几秒，然后才重新开口。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你会先我一步离开，你在我身边生活，对我来说就像我需要呼吸空气一样自然。我一辈子跟你吵跟你闹，可我真的从未想过要跟你分开。我承认我不懂爱人，可是重来一次，我想好好学习，可以吗？说完后，萧楚佑便不再出声了，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我。我知道他在等待我的答案。良久，我才缓缓开口。那天你说我对你的喜欢只维持了4年，其实不是的，萧楚佑，我爱你，爱了大半辈子，知道你对爱情的抵触，也明白如果我顺从自己的心意，明目张胆地对你好，只会把你推得更远。每一次我不小心露出的关心，都会让敏感的你心生警惕。我想了很久，让你觉得我不爱你，似乎是让你感到最舒服的方式了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我把我的关心藏在日复一日伪装的嫌弃里，他把他的柔软藏在每一次的虚张声势里。我跟萧楚又有同样的感受，上辈子其实过得挺好的，相较于旁人只看到他优秀但冰冷的一面，他向我展露过他的更多面，情绪丰满，那才是一个完整的萧楚佑。
我觉得自己虽然没有进入到萧楚佑的心，可是也没有别人把我们的距离拉远。他还是为我生儿育女，有了一个完整的家，我还是陪在他身边，直到生命的最后。我说的不再参与彼此的生活，是因为我觉得上辈子我没能让你敞开心扉，也许这辈子没了我，你会遇到更合适的人，他会让你改变对爱情的看法，过得更加幸福。可是陆离，你已经改变了我。在尚未察觉的时候，在那漫长的陪伴岁月里，我闻言忍不住笑了，没再跟他争执。行吧，人这一生啊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转眼间，我居然就这样陪着萧楚佑演了一辈子。我在爱里长大，深知爱是付出，是包容，是陪伴。萧楚佑从小缺爱，尚不懂得如何爱人。如今看来，当初的萧楚佑也不见得就爱得比我浅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先知，一个后觉。如果我真的没重生回20岁，现在的我只是单纯的20岁的我，你怎么办？萧楚佑想也不想就回，追到就是赚到。你都78岁了，那只是心态，心态懂吗？你可以理解为成熟稳重。我的实际年龄也就20啊，很配不是吗？我回忆起那天他喷我的那些话，呸，双标玩的真溜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到病房看萧楚佑的事，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我见到你爸，一下子没改口，也喊了一声爸，当时后面还跟着我爸妈，之后他们看我的眼神肯定是误会了。”萧楚佑听我说完笑了好半会，连胸口都笑得隐隐作痛了，才略略收敛，笑意盈盈地看向我。现在还算是误会吗？不算了。寒假只有1个月，回校后，萧楚佑又认真休养了3个多月，才算是彻底痊愈。宿舍的人见我跟他手牵手的，不禁揶揄：当初还那么费劲解释什么？所见即真相。行吧，不挣扎了，反正结果确实也没偏差。2年后，大4拍毕业照的时候，明明已经拍了很多合照了，他硬是拉着我到当年我偷拍他的同一地方拍一张照片。不同的是，我们位置互换，这次偷拍的人变成是他。那张拍立得背后，他写了一句话：春风十里不如你，像是跨越了时空的缝隙，穿过岁月的长河，对多年前那份没有言明的喜欢进行了一次遥遥却热烈的回应，执着的可爱。毕业照之后，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实习。因着我们有了上一辈子那么多年的积累，我和萧楚佑各自回到自家公司，便被委以重任。早说过了，这世上的早八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。我们2家的公司都是9点半才上班，然而我跟他都被家长规定必须8点就跑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萧楚佑迈入22岁生日的第一天，天气很好，我们2个都在办公时间摸鱼出门去领证。属实没有想过萧楚佑会那么心急，但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没2天就败下阵来。领证前，我忍不住自我调侃，上辈子都没谈过恋爱就结婚了，这辈子谈了1次恋爱就结婚了，还都是跟同一个人，挺单调的。然后被萧楚佑狠狠教育了一番，重复问我还单调吗？不单调，挺好的，感情简单，快乐就简单。从里面出来，我们俩的手上都多了一个红色的小本本。萧楚佑让我把结婚证都给他收着，珍之重之的放在了内侧口袋。萧楚佑哼着歌开车，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了下来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，我们重新开始人生，可以做出跟上辈子不一样的选择？我瞥了他一眼，悠悠说道：怎么，现在做了一样的选择就后悔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在想。他趁着时间没到，凑过来快速亲了我一口。上辈子我们生了2个孩子，这辈子我们早结婚了4年，再生一个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脑回路？你看咱俩基因那么好，不多生点多浪费啊，是不是？呵呵，作为有为青年，我们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。生吧，又不是养不起。爱你。我绯红着脸转过头看向窗外，嘴角却抑制不住的微微上扬。也爱你。从过去到现在及未来，